眼神矜持，偷偷微笑。喜欢爱上坐云霄飞车，世界颠倒尖叫，却忘不了。也许爱情就没在它短暂的燃烧，何必刻意顺着天荒地老不重要。用感觉去体会这日常每个心跳，起起伏伏深渊轨道。年少被查的爱告诉了爱，享受过程不怕失败，紧紧把握现在，别专注在爱。任事停下来，年少被查的爱，自己空缺，怎办了虚度的精彩，紧紧把握现在，别专注在爱。任事停下来。大姐，你回来了。你吃过饭了没有？我煮面给你吃好不好？这个小孩是谁？他到底是谁？怎么会在我们的家里？狗儿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全家人趁你不在的时候都搬进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？我怎么知道妈为什么会答应他们？你走的第2天，他们全家人都搬进来了。妈还把房间让给他们睡。自从他们搬进来的那一天啊，我们家没有一天是安宁的。妈平时对我大小声的，对他们呢，却是百般的容忍，处处维护着他们，像一个女佣一样服侍着他们。哎，他根本就是在作践自己。我说他都听不进去，还帮那个女人来骂我。我跟阿豪都快受不了了。我现在正在找地方住，等我找到了，我就搬出去。还有啊，妈前几天又偷东西了，这次还被抓到警察局去，现在还要定时回去报到。很香啊。哎，我问你，这盒饼干哪里来的？是不是偷来的？我买的。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要骗我？走开！你在干什么？哎，狗，你做什么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？我是个警官，你却是个小偷。要是让我同事知道的话，你要我怎么去面对他们啊？你会害我被同事取笑、看不起的，知道吗？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母亲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妈？你要去哪里？这算什么家？我再也待不下去了。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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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不要哭。你快去把你哥追回来！快去把你哥追回来！快！3个孩子当中，妈最疼的就是你。你刚刚那样，很伤她的心，你知道吗？
我是个警官，我怎么可以容忍自己的母亲是个小偷啊？是小偷又怎样？她始终是你妈啊，要不是有她，也不会有今天的你。换成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以前也很痛恨妈，怪她只懂得疼你们2个，一点都不关心我。可是现在的我，已经渐渐能体谅她了。我觉得我们都太自私了，只顾着我们自己的感受。从小到大，我们都只懂得埋怨妈，指责她能容忍老爸在外面有女人，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她，安慰她。这些年来，她一定过得很痛苦，很委屈。当我们知道她偷东西的时候，对她只有责备，还有警告。我们都没有进一步的去思考，她为什么会这样做。但是再怎么样都好，他都不应该去偷东西，这是犯法的。当初我也是这么想，可是一直到最近，我遇见一个当记者的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他看过一则报道，说有的人因为缺乏家人的关心，才产生忧郁症，才会染上偷窃癖的。你真的认为他是这样才去偷东西？他会那么做，还不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？你看，我们平时也没跟妈多说几句话，尤其是你们2个，根本不理妈。妈刚刚哭得很伤心，叫我把你追回去。哦，回家吧。我不会回去的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要是那个女人敢踏进来的话，我就会马上离开。你这样做，妈会很伤心的。不如先跟我回家，然后再一起想办法，看怎样把他们赶走。不行，那只会令妈更为难。狗，反正家里还有你和阿浩在。可是，好了，别再说了，决定了的事就不想再改变。狗，那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自有办法。哎，姐，今天怎么没早餐吃的？唉，你就只懂得吃，都不知道妈现在伤心的要死。昨晚她哭了一整晚，都不知道有没有睡到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哥昨晚回来了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他呢？他知道他们搬进来过后，哪里还待得下去？早就离家出走了，要不然妈也不会那么伤心啊。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子做的，要不是决定跟他们斗下去，我也早就搬出去了。我吃早餐了。哎，怎么没有东西吃？就是，这个大姐真是的，早餐都不买来吃。妈的，你这个臭女人，凭什么要她七早八早帮你们买早餐呢？你们没手没脚的，残废的！这可是你妈自愿的，我们哪敢叫她来买东西给我们吃啊？妈的，这个臭女人！怎么一大早就吵吵闹闹的？你不爽是不是？搬出去！对呀，只要你们还在的一天，我们就会继续吵下去。怎样？怎么样？哈，你喜欢吵架？那好啊，我可是吵架高手啊，看谁吵得过谁哦。臭女人，在我妈面前就扮可怜，现在原形毕露了哈！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再骂我臭女人了。哼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你跟你妈还不是一样是女人，要臭的话大家一块臭嘛。你说什么？你敢骂我妈？你叫少说一句。是他先骂我的，你没听到？你这个臭女人，看我敢不敢把你嘴打烂！好好好，我们去外面吃走。妈，起床了。妈，再不起来要迟到了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我有点头痛。妈，你发烧了，不舒服就不要去做工，我陪你去看医生。哎呀，不要紧啊，我等一下还要到警局去报到呢，让我多睡一下嘛。你去做工呢？那我拿止痛药给你吃。阿豪，你怎么还没去上班啊？整天做工不必休息啊！你今天休息吗？多说还要我说几次？妈生病了，
反正你今天休假，我不放心他自己一个人去警察局，你陪他去吧。我难得休息，还要打我主意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好啊，那让妈自己一个人去。要是他出了什么事，我第一个找你算账。我昨天已经收到了苏格兰场对你的评估报告，他们对于你在训练期间的表现非常的满意，给予你的评语也很好。上头已经决定将你派到探路教导组去，你的薪金也会有所调整。至于升职方面，就要看你自己的个人表现了。在这段期间之内，任何的小差错都足以影响你的整体表现。我知道。妈最疼的就是你。我是个警官，我怎么可以容忍自己的母亲是个小偷啊？是小偷又怎样？她始终是你妈，要不是有她，也不会有今天的你。你就好了，拍拍屁股就搬出去，我就没你这么好命了，可以一走了之。有些人就是这么没人性的。我不用你来教训我。要不是你伤了妈的心，我才懒得陪她来这里。不教训你，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其实呢，带妈来的应该是由你来才对嘛。这里是你地盘，只要你跟他们打个招呼，说不定妈就不用时常回来这里报道了吗？说过了没有？等等，可以走了吗？啊。妈，我们进去吧。你看那个小孩，长得很可爱呀。哎，你看他也跟我们招手哎。哎呀，这个长得很可爱。这个眼睛太小了。哇，这个将来长大一定很帅耶。这些孩子都可以领养的吗？我给你们看，这些都是父母亲同意让外人领养的。当然，有一些是因为父母亲已经去世了，亲人无法照顾，所以才把他们送来这里的。哎，你看这个小孩，是不是刚才那个学吹笛子那个小孩子啊？应该是吧。哎，我们就要领养这个小孩。他叫 Gary， 他母亲是一个很年轻的未婚妈妈，16岁就生下了他。哦，那他妈妈现在在哪里啊？坐牢。那我们领养他会不会有麻烦呢？由于 Gary 的出生字没有填写上他父亲的亲生名字，所以只要他母亲同意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啊，哎，你觉得这个小孩怎么样？我是挺喜欢 Gary 的。我无所谓，你拿主意吧。你真的决定要领养孩子？没错，我找你就是希望你可以帮我办理领养孩子的手续。你要考虑清楚，照顾孩子是一辈子的事，不是闹着玩的。法官一旦通过之后，你可是要背上法律上的责任。别忘了，我以前也是一个合格的律师，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责任，我更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这可能是你现在的想法，人的思想是会随着年龄而改变的。你现在不想要结婚，不代表将来你不会想要结婚的。我已经决定的事，我是不会后悔的。别这么快判自己死刑好吗？听我的劝告，回去仔细的考虑一下。没有什么好考虑的。我妈说的对，老来有一个孩子陪伴也是不错的。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不可呢？选择自己要的生活方式有错吗？爱一个人也没有错啊，为什么你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接受我呢？让我照顾你吧，一辈子相伴到老。我也很喜欢孩子，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啊。我从来就不打算结婚，也没有想过自己要生孩子，更加没有想过要跟一个男人相伴到老。我在还没认识你之前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改变呢。没有人可以改变我，
我也不会为任何人改变自己。难得今天是星期天 ，Chris 不用看孩子，我们3个人才可以好好聚一聚，应该有很多话说才对啊。看来我又要演独角戏了。真不敢想象你就要做妈妈了。先上车后补票。我已经决定领养孩子。那天我还以为你只是说着玩玩而已，没想到是真的啊。我已经找到孩子了。哇，这么快啊！是男的女的？是一个5岁的小男孩。为什么不选你的呢？是我妈决定的。一定又是重男轻女。手续办好了吗？我已经找律师帮忙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轻率的做决定？是我妈决定的。你妈可能是一时兴起好玩，照顾孩子真的很不容易的。你看我先生照顾孩子，一旦换了手由我看，全部都不听话，全部都变样了。唉，以前的人是养儿防老，现在的人则是养儿烦到老啊，最后还气得死翘翘。六，你要考虑清楚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你不会是因为跟我哥分手才赌气领养孩子吧？难保以后你不会再找到一个好男人，以后拖着一个孩子，分是会打折的。对啊，你也说过会贬值的。这些话我以前听过了，已经决定的事，我是不会后悔的。不要再劝我了。你到哪里去了？去逛街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你不出去找工作，还有闲情去逛街？你这样啊，简直是在逃避现实。难道你想一直这样下去吗？我们这行的圈子很小的，发生这种事，还有谁会请我？你试过了？这只不过是你自己的猜测罢了。要是你真的试过了，失败了，没有人会怪你。可是你现在连试都没试就放弃了，叫我怎么会不生气呢？我们医院里的癌症病人，即使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死亡，都还有活下去的毅力和决心。可是你只不过是受了一点小挫折罢了，就自暴自弃，不肯去面对现实。现在的你啊，完全不像我所熟悉的女儿。把你以前的魄力和积极的态度拿出来，重新去面对现实吧。你好好的想想吧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冰箱里没菜了，你去买点回来。你只不过是受了一点小挫折罢了，就自暴自弃，把你以前的魄力和积极的态度拿出来，重新去面对现实吧。阿明，伯母，不是叫你不要跟他交往吗？为什么瞒着我跟他来往？那我先走了。以后不准跟思明见面。谈恋爱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只会害死你。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，硬要在读书的时候谈恋爱？我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别管我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不出去找工作，天天在家里管我的闲事？闭嘴！还不是吗？你以前都不管我，现在突然管我，我很不习惯的，是不是又想扒我一巴掌？Hello， 阿梅啊，你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那家里有什么事情吗？
一切都很好。小孩子还听话吧？还好。那思敏呢？睡着了。家里没事就好了。那没事了，你早一点睡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吃饱了吗？1998年到现在，你都没有工作吗？家里需要我，所以我没出去工作。这么说，你跟社会脱节了很多年。你已经跟社会脱节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胜任总经理的工作？我可以证明我的能力。对不起，我们公司绝对不会冒这个险。在找工作啊？哦，对了，我们公司有一个小空缺，念在你以往对我不错的份上啊，我或许可以帮你打个招呼。不过，你说什么也是堂堂第一中的前总经理，怎么可能要你做一个小小的市场执行员？这样太委屈你了。哎，只不过现在找工作很辛苦啊，不要太过挑剔啦。干嘛这样瞪着我？我可是好心相劝的。你去里面洗厕所。我已经洗啦。洗了还这么肮脏，垃圾也没有倒，卫生纸也没有放新的，你还坐在这发呆，是不是想干了是不是？你不要做，大把人等着要做。快去洗，洗干净。我不做了，工钱我也不要了。Hello， 喂，淑莹啊，你有你哥的消息吗？妈，什么事啊？我打了很多次电话给他，都打不通啊。他有没有找过你？没有啊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不接听我的电话，还是电话换了号码？他不要让我找到他呢。妈，你不要想太多，狗很可能是在警方行动中无法接听你的电话。都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，也不打个电话来告诉我。我昨天在警察局遇见他，他都不料理我。妈，没事的，我会帮你打听狗儿的消息，你就专心工作吧。我已经辞掉工作了。这样也好，反正我早就叫你不要做了。一天到晚工作那么辛苦，回家还要做家务。妈，你还会头痛吗？我已经好了。啊，你一定要设法找到你哥哥，知道吗？哈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没胃口，不吃了。是不是家里又有什么事？我真的不了解，我妈怎么那么重男轻女啊？我对她那么好，她却无动于衷，只疼我哥跟我弟。好像这次啊，我大哥离家出走，她担心的要死。不过换作是我想她一点都不会紧张。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他喜欢比较，才会有那么多烦恼。其实很多烦恼都是你自找的。
不要把得失看得太重，你反而可以活得更开心、更自在。你不但了解我，还能看透我。你说话充满哲学，我可以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哦。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很长寿，很开心。别忘了我是说什么的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任务一完成就走。那么快？那下一站去哪里啊？或者会去中东国家走一趟吧。要去多久？你有没有可能因为女人而改变你生活方式？比方说，长期停留在一个地方。像我这种四海为家、工作至上的人，没有资格谈恋爱。那你走之前，记得要通知我一声哦。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我还要请你吃饭呢。好啊，那我一定会趁机敲诈你的。那这样吃饱一点，才有力气攀墙啊！你可不要小看我哦。哎，我从来没有在攀墙时候拍照。待会儿你一定要多拍几张，送给我当纪念，好吗？开个小车。我们可以走了。OK， 好。哎，还要去哪里啊？上车了。哦。Sam， 等我一下，我想换镜头啊。No problem， 你慢慢换吧。我，快放他下去！快叫救伤车！对不起，小姐，你是不能进去的。Hello， 什么事？警察局？我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做什么警察啊？一整天都不听电话。搞什么？一个两个都打不通。Hello， Colin， 你现在有空吗？哥，怎么了？妈出事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妈又偷东西了，现在被扣留在里面。为什么被抓了一次还不怕，还要重犯？狗，你现在生气有什么用啊？你先进去看看，看有什么办法把他保释出来。没有用的。如果现在不给他一点教训的话，没多久他又会跑去偷东西的。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风凉话？你就这样无情，连自己妈妈都不管了吗？你还算不算人呐？就算我去了，也一样解决不了。你没试过，怎么知道？你还是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办。你是怕丢脸吧？怕同事知道你有个偷东西的吗？你真的太无情了。我是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妈，你哥说的对，迟早我都会被警察抓的。
现在只差不是他亲手抓我而已。妈，你明知道会这样，那为什么要去偷东西呢？我去找过阿杰，他见了我，不跟我打招呼，好像完全不认识我的样子。我真的很难过。我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狠心，不认我这个妈了。你太傻了，你这样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。他知道我在这里吗？我联络不到狗，他应该是在办案，所以不接听电话。就算他知道，他也不会来看我的。你去找过他了吗？对吗？妈，你为什么那么在意狗的反应？你哥说的对，我是小偷，他是警察。我害他在他同事面前丢脸，害他被同事取笑而已。妈，那只是狗一时的气话。我辛辛苦苦的把你们养大，还以为以后可以靠孩子，没想到你们一个两个都不理我。你们的心里都没有我这个妈。妈，还有我啊，我也是你的孩子，我一直都很关心你啊，妈。我知道，可是你是女孩子，女孩子迟早要出嫁的。妈，就算我嫁出去了，你还是我的妈，我会一直关心你，一辈子照顾你的。你妈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怎么不叫阿杰来？就说他来了又有什么用啊？打电话给他。你自己不会打。现在打电话给他。你自己打啊。最近为什么这么瘦？啊？没事吧？阿芳怎么样了？淑莹，妈不在家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看着家啊。你爸的身体一向不好，你帮我好好照顾他。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要处处维护着他，为他着想？走吧。都是你，把家里搞得一团糟，妈有今天也都是你害的。Hello, Max。狗真的很冷酷无情，我去求他，他都不肯来看妈。畜生！妈刚刚在里面，不知道哭得有多伤心。你知道妈为什么会偷东西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还不是为了狗？都是狗刺激妈。妈想试看狗是不是真的那么无情，那么爱面子，连自己妈都不肯认。妈也真够笨，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要替爸操心。唉，这个家搞成这个样子，住下去也没意思了。我已经决定搬出去了。我也想搬出去啊，可是临时叫我找哪里住，而且妈让我看家。她如果知道我搬出去的话，她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好，你就继续游下去吧，跟那个女人斗下去。大人的错却要我们来承担，太不公平了。我劝你还是学我跟哥一样，拍拍屁股走掉，一了百了。哎，姐啊，借你钱来嘞。又借钱？哎呀，
经济不景气，我被老板欠薪水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看我最近都瘦了，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。这……好了好了，省着点用啊。知道啦。他怎么样了？他刚才已经醒过来了。Garrett， 你不是说他已经醒过来了吗？怎么会没反应啊？我又不是他，我怎么知道？那医生怎么说？我又没有见到医生，我怎么知道？你是怎么搞的？为什么问你什么，你都说不知道？你是不是已经爱上这个 Garrett 了？就算是，也不关你的事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你帮我照顾他。为你做任何事情，都是我心甘情愿。你怎么样了？有点头晕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让你爬那么高来拍照。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会伤心内疚一辈子的。傻瓜，都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而已啦。干什么？我现在又不是要死了。你在笑什么？我笑你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原来开心果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苦瓜脸。谁是苦瓜脸啊？我没说谁啊，你自己心里有鬼吧？找我什么事？你到底对溜做了什么事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那为什么溜会这么伤心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溜已经告诉我，他要去领养孩子，他已经决定一辈子不要结婚了。不可能的。难道我会骗你吗？是他告诉你的。他找我帮他办理领养孩子的手续。怎么会这样？那天我见他的时候，他都完全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。你们不是一早已经分手了吗？是他先提出的。我从苏格兰回来之后，有尝试去挽回。我根本就不想跟他分手。他什么时候去找你？前几天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溜一定是对感情彻底的失望，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六，开门啊！我知道你在家里面的，开门吧。六，开门啊！我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，你为什么故意要逃避我？为什么不肯见我？为什么不肯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？我会一直等你的，我不会死心的。六，开门吧！开门啊！六，开门啊！六，喂，几点了？这么吵，我们怎样睡？找我什么事？我问你，六是不是打算领养孩子？
找我找的那么急，原来都是为了刘儿的事。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？妈就快坐牢了，你连问都不问，满脑子只有刘儿的事，你真的不是人，连猪狗都不如啊！活该刘儿不要你，一个连自己妈妈都不顾的男人，怎么会值得他去爱？我自己的事不需要你来教训。好啊，那你知不知道，妈是因为你不理她，才会受刺激去偷东西的。可是你呢，却不闻不问，不去看她，一点都不关心她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去看妈的时候，她为了你哭得多么伤心啊！你这个无情无义、冷血心肠、禽兽都不如的东西，你根本都没有资格去爱人。阿杰，阿杰，阿杰，阿杰！你这个无情无义、冷血心肠、禽兽都不如的东西，你根本都没有资格去爱人。我说过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我也说过，我不会死心的。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还记得4个月前我们在这里拥吻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是爱着我的。我们别再伤害彼此的感情了，嫁给我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对你所做的事负责任。难道到了现在，你还怀疑我对你的爱？我不会嫁给你的。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不告诉我原因就置我于死地，这对我太不公平了。4年前，我曾经义无反顾爱过一个男人，结果却换来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的耻辱。你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，你怎么可能跟我共度一生？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我在乎的只是我们的未来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吗？那个男人把我写给他的私密邮件转寄给他朋友看，内容是我跟他上床后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还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。我原本是一个合格的律师，因为这件事情我打伤了他，被控蓄意伤人，丧失了我的律师资格。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当时所承受的创伤。这个烙印永远都不会在我心中消失。我真的不在乎。要是我告诉你，我全身上下都是假的，都是经过整容的，你还可以不在乎吗？我曾经受过伤害，我不能让自己再次受到伤害了。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或许你现在可以不在乎，可是以后呢？以后的事谁可以担保？我承诺的事一定做得到，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。不是我对你没有信心，而是我对我自己已经失去了信心。我不再相信任何人，更加不需要男人。不要再说这些气话好吗？你再这样固执，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不要再对我存有任何期望。我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。
觉不到一丝的寒冷，呼吸就像那落叶如此无助无力，等待对你的爱冷却在这片雪地，我麻痹，寒气渗透身体，死了心，因为你从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不是一台机器。